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收看以及收听 Easy Mandarin Minicast 中文假播客。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，就是很多人来中国或看中国的电视剧，以及在海外华人社会可能都会发现一个现象，中国人特别喜欢叫别人叔叔阿姨啊 uncle auntie 啊，很奇怪啊，特别是你用英语这样说的话很奇怪，对不对？英国人、美国人啊等等，他们是不会这样说的，对不对啊？深深的给你用起来，对不对？应用啊，应译啊，这个我觉得是和中国传统社会有很大关系啊。中国传统社会呢是比较重视家庭文化的啊，所以家庭文化它会泛化啊到整个社会啊，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，人情社会就是特别在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好像我和你，我们好像也是通过谁和谁认识的，你好像也是我表哥他的朋友的表弟等等。我就记得我爸当时才从乡下到县城里创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就通过这种人情社会的一些关系认识了很多人，因为所有人往上倒一倒，再找一找周边的这些亲戚都能联系起来，它都能变成一张巨大的网，所以中国人这个关系就像一张网，网上的所有人都是有联系的。所以呢，中国人会希望把家庭文化这些亲属文化这些东西延续下去。怎么延续呢？当然可以做朋友，但有些人其实可以超越朋友，对不对？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，亲人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种关系。那么我假如把亲人这层关系也泛化出去，延伸出去，那就可以把这所有关系里头的人都以一种亲属化的称谓来称呼，比如说叔叔阿姨，其实现在年轻人也会叫哥啊姐啊，按道理啊，哥和姐是你真的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叫哥姐的，但是你假如叫别人哥或姐，天然的会让人觉得有亲近感，觉得这个人还挺有礼貌，对不对？感觉上突然之间就会容易放下这个戒备心，而且吧，我觉得和中文语言里头的称谓啊有些少有关系，中文里头没有像什么 Mr. Mrs. 这种东西啊。那么面对一些不太熟悉的或者年长的人呢，你又想表示一定的礼貌的话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叫叔叔阿姨，多么方便，是不是？这基本上是一个完全不会出错的这么一个情况啊。所以假如你来中国旅游或者生活，见到比你年纪大一些的人，大概20几岁，你都可以叫叔叔阿姨啊。当然了，现在的很多女性呢，她不喜欢被叫老啊，所以你假如看到比你大个10岁甚至20岁的人，你叫她姐，她可能更开心啊，欢欣鼓舞啊，更愿意理你啊。叫一个比你年纪大10几20岁的人，叫哥，他可能也更开心啊。所以你看，现在他未必是叔叔阿姨最合适，特别是我们做家长的教育孩子，就是需要礼貌嘛。在外面看到比你大的人，大个10几20岁的人，你都应该叫叔叔阿姨，表示一种礼貌。你这个孩子是有修养的，有教养的，父母是把你教育得很好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也确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，他们不愿意被小孩子叫做叔叔阿姨，他们希望被叫做哥哥姐姐，会显得自己比较年轻啊。特别是女孩子们啊，就算上了大学啊，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叫她阿姨的话，他会觉得我已经这么老了吗？他会希望自己被叫做姐姐，然后觉得我还是很年轻的啊。所以总之你来到中国嘴巴甜一点叫叔叔阿姨也可以，叫哥哥姐姐也可以看你自己怎么选当然了，中国人是这样，伸手不打笑脸人你要笑着礼貌的称呼他人的话，大家都是很开心的。那么好吧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吧，再见。